你凭什么动我的钱？我冲着婆婆王秀芳大喊，手里紧握着空空如也的银行卡。什么叫你的钱？你嫁到我们林家，你的就是我们家的。她理直气壮地反驳，我是为了家好，为了家好，还是为了你那个宝贝儿子林家好？我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。3个月来，我以为婆婆是在帮我理财，没想到我辛苦攒下的10几万工资，竟然全部被她转手给了无业游民的小叔子。更可怕的是，小叔子拿着这些钱做了什么，连婆婆自己都不知道。直到那几个黑衣人找上门来，一切才真相大白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个月前，我苏小雨刚从医院拿到这个月的工资，心情特别好。作为一名护士，虽然工作辛苦，但每个月7000多的收入，在我们这个小城市也算不错了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房间里整理刚买的几件衣服，婆婆王秀芳突然敲门进来了。她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，手里还端着一杯热茶。小雨啊，你看你工作这么辛苦，我给你泡了杯蜂蜜柠檬茶，润润嗓子。她把茶杯放在我的床头柜上，然后在床边坐下。谢谢妈。我接过茶杯，心里暖暖的。结婚8个月来，婆婆对我一直很好，这让远嫁的我感到很安慰。小雨，妈想和你商量个事。王秀芳拉着我的手，神情变得认真起来。你说什么事？我放下茶杯，看着她。你看你现在工资也不低，但是你这样把钱随便放着可不行啊。她叹了口气，现在通胀这么厉害，钱放在银行里就是在贬值。我有些疑惑，那您说怎么办？我也不懂投资理财什么的。这就对了。王秀芳眼睛一亮，妈虽然文化不高，但这么多年下来，理财经验可不少。你看我们家的钱都是我在管理，这些年下来也攒了不少。我点点头，确实，婆婆一直在管家里的财政，老公林家强的工资也都是交给她的，所以我想啊，不如你的工资也交给我来保管，我保证比你自己存着强。她握紧我的手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还不信我吗？当时的我完全没有多想，只觉得婆婆这是关心我。再说，我对理财确实一窍不通，每个月就是简单的把钱存在银行里。那好吧，不过妈，我想着以后我们要买房子，这钱还是要攒着的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当然，妈都明白。王秀芳拍着我的手，妈帮你打理，保证让钱生钱，到时候买房子的时候，说不定比现在还能多出不少呢。就这样，我答应了婆婆的提议。当天晚上，老公林家强下班回来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。妈跟你说要帮你理财。林家强放下手里的报纸，有些意外。是啊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反正我也不懂这些。我一边收拾晚饭的碗筷，一边说道：那确实，妈在这方面确实有经验。林家强点点头，他把我的工资打理得也挺好的。那就这样决定了，我笑着说，心里很踏实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把银行卡和密码都给了王秀芳。她接过卡的时候，眼中闪过一丝我没有察觉到的复杂神色，但很快就被慈祥的笑容掩盖了。小雨啊，你放心，妈一定帮你把钱管理好。她把卡小心地收进自己的钱包里。我相信您，我满怀信任地说。那时候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会给我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波澜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一切都很平静。我照常上班，婆婆照常做饭做家务，小叔子林家豪也照常宅在家里玩游戏。林家豪比我老公小4岁，今年25了，
大专毕业后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怀才不遇，找不到配得上自己能力的工作。但在我看来，他就是好吃懒做，眼高手低。不过作为嫂子，我也不好说什么，毕竟家里的事情轮不到我来管。家豪，你都25了，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？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，林家强忍不住说道：“哥，我正在寻找机会呢。”林家豪夹了一筷子红烧肉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，我总不能随便找个工作糊弄吧？那你也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啊，出去试试总比在家里强。”我也忍不住劝道：“嫂子，你不懂。”林家豪摆摆手：“我这叫厚积薄发，等我找到合适的机会，一定让你们刮目相看。”王秀芳在一旁护着儿子：“家豪说得对，急什么？慢慢来，总会有好机会的。再说，家里也不缺他那点工资。”我和林家强对视一眼，都没有再说什么。毕竟这是婆婆的亲儿子，我们也不好说得太重。就这样，交出工资卡的第1周过得很平静。我甚至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。交出工资卡后的第3天，我发现了第一个异常。那天早上，我起床准备上班的时候，看到林家豪穿着一双我从没见过的球鞋，看起来很新，而且牌子也不便宜。家豪，你这鞋子挺好看的，新买的？我随口问道。哦，这个啊。林家豪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，朋友送的，他买中了。朋友送的，这鞋子看起来不便宜呢。我仔细看了看，这鞋子至少要2-3千块。是啊，那朋友家里有钱，不在乎这点钱。林家豪说着就往外走。我出去一趟，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林家豪平时很少出门，更别说有什么朋友了。不过我也没有多想，可能真的是朋友送的吧。当天下午，我在医院值班的时候，接到了王秀芳的电话：“小雨，你今天晚上不用做饭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”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高兴。“好的，妈，您辛苦了。”“不辛苦，不辛苦，一家人嘛。对了，家豪今天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机会，晚上可能会晚点回来。”“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”我由衷地为他高兴。“什么工作啊？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听起来挺不错的。你也知道，家豪一向有眼光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心情很好。如果林家豪真的能找到工作，那对整个家庭都是好事。晚上回到家，林家豪果然还没回来。吃饭的时候，王秀芳一直在夸奖他的小儿子。我就说嘛，家豪是有能力的，只是一直没遇到合适的机会。他一边给我夹菜，一边说道：“你们看，这不就有好机会了吗？”“妈，具体是什么工作啊？”林家强好奇地问。“哎呀，你们就别问这么细了，反正是正当工作。家豪现在也是大人了，有自己的想法。”王秀芳显然不想多说。那天晚上，林家豪回来得很晚，我们都已经睡了。第2天早上，我看到他又换了一身新衣服，而且还拿着一个新手机。“家豪，你这手机也是朋友送的？”我开玩笑地问道。“是啊。”他有些不自然地把手机收起来。“朋友人挺好的。”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注意到林家豪的变化越来越明显，不仅衣着光鲜了很多，而且经常外出，回来的时候还会带一些小礼物给家里人。“嫂子，这个护手霜挺适合你的。”有一天，他拿给我一支很贵的护手霜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怎么好意思要？我推辞道：“没事，小意思。”林家豪大方地摆摆手：“我现在有收入了，孝敬孝敬家人是应该的。你工作真的定下来了？”“那当然，而且前景很好呢。”他显得很神秘。
不过现在还在试用期，具体的不方便透露太多。王秀芳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。我儿子就是有出息，我早就说过，他迟早要发达的。虽然心里还是有些疑惑，但看到家豪真的像是找到了好工作，我也替他高兴。然而1个月后的一天，我想查看一下自己的银行账户余额，却发现了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实。妈，我的银行卡能借我用一下吗？我想查查账户余额。我找到正在厨房忙碌的王秀芳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卡在修理呢。她头也不回地说，银行说系统有问题，要过几天才能修好。系统有问题？我有些疑惑。那影响使用吗？暂时不影响，就是不能查余额。你放心，钱都在里面，没有问题的。我虽然觉得有些奇怪，但也没有多想。银行系统偶尔出点问题也是正常的。又过了1个星期，我再次询问银行卡的事情。妈，我的卡修好了吗？哦，还没有。银行说要升级系统，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。王秀芳依然很平静。这次我真的觉得不对劲了。银行系统升级怎么会用这么长时间？我决定亲自去银行查询。第2天休假的时候，我拿着身份证去了银行。查询结果让我大吃一惊，我的账户里只剩下不到1000块钱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拿着查询单，手都在发抖。小姐，您看，这里显示的都是取款记录，每笔都是用您的银行卡取的。银行工作人员指着记录说道。我仔细看了看，确实，从我交出银行卡的第2天开始，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一笔大额取款，少则3000，多则8000。可是这些钱不是我取的啊！我急得快哭了。那您是不是把银行卡借给别人使用了？工作人员问道。我想起了王秀芳，心里一阵发凉。难道回到家里，我强忍着内心的愤怒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？晚上，林家强回来后，我把查询到的情况告诉了他。什么？钱都被取走了？林家强也很震惊。这怎么可能？妈不是说在帮你理财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别急，我去问问妈是怎么回事。林家强拍拍我的肩膀，肯定有误会，千万别让他知道是我去银行查的。我急忙说道。就说你随口问问。当天晚上，林家强找到了王秀芳。妈，小雨最近想了解一下他的钱都投资到哪里了。投资啊？这个急什么？现在正是关键时期，不能随便动。王秀芳显得有些紧张。那至少让他知道个大概吧，心里也有个底。你们年轻人不懂，投资这种事情，说太多了反而不好。你就告诉他，钱都在，而且收益很不错。林家强回来后，把这番话转述给我，我心里更加不安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仔细观察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，特别是林家豪的举动。越观察，我越觉得不对劲。林家豪不仅衣着越来越光鲜，而且出手也越来越阔绰，经常请朋友吃饭，有时候一顿饭就要花几百块。家豪，你这工作收入这么好？有一次，我忍不住试探道。还行吧，现在是起步阶段，以后会更好的。他一边摆弄着新买的游戏设备，一边随口回答。什么行业啊？现在年轻人的工作我们也不太了解。是做销售的，比较复杂，你们也听不懂。林家豪显然不想详细说明，我心里的疑虑越来越重。一个刚入职的销售，能有这么高的收入吗？而且他每天的出门时间也很奇怪，有时候上午出去，有时候下午出去，完全不像正常上班族的作息。更让我在意的是，
我发现王秀芳和林家豪之间经常有私密的交流，而且总是避开我和林家强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起床上厕所，经过林家豪房间的时候，听到里面有说话声：“妈，这次的项目很有前景，朋友说只要再投入一些，收益会翻倍。你确定没问题？我们可经不起折腾。”这是王秀芳的声音。放心吧，那朋友我了解，人很靠谱，而且你看我这段时间的收益都是真的。那好吧，不过你小心点，千万别让你哥和你嫂子知道。知道什么？知道钱的事情。你嫂子那个人心眼小，要是知道她的钱，后面的话声音更小了。我听不清楚，但已经足够让我心里发凉了。原来我的猜测是对的，王秀芳真的把我的工资给了林家豪。我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，心里翻江倒海。我辛辛苦苦工作攒下的钱，竟然被婆婆私自取出来给了小叔子。更可气的是，她还一直在骗我，说是在帮我理财投资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强忍着怒火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。但是看到林家豪穿着新买的名牌衣服，拿着最新款的手机，我心里的怒火就忍不住往上窜。家豪今天又要出去谈业务？我皮笑肉不笑地问道。是啊，现在生意忙，经常要见客户。林家豪一边整理着自己的外表，一边说道。能不能具体说说你是做什么销售的？我也想了解了解。我继续试探。哎呀，嫂子，你问这么详细干什么？林家豪有些不耐烦。反正是正当生意，你就放心吧。我就是好奇嘛，毕竟家里出了一个成功人士，我们也跟着沾光。王秀芳在一旁打圆场。小雨啊，男人的事业你就别管了，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更加愤怒。我的钱被他们拿去用，我连问都不能问。当天上班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该怎么办，直接摊牌吗？可是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他们肯定不会承认。而且万一真的是在投资，我这样质疑岂不是伤了和气？但是如果不摊牌，我这心里就像压着一块石头，难受得要命。下班的路上，我遇到了住在我们隔壁的李阿姨。小雨，最近看你家小叔子混得不错啊，经常看他开着小车出去。李阿姨笑着说道。开车？我一愣，什么车？就是那辆白色的小轿车啊，看起来挺新的。你不知道吗？我心里又是一紧。林家豪什么时候有车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可能是朋友的车吧。我强颜欢笑地说道。哦，那也不错，有朋友借车给他开。李阿姨点点头。你们家这小叔子看起来是真的发达了，前几天还看他请一帮朋友去饭店吃饭呢。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。回到家后，我决定找个机会和林家强好好谈谈。当天晚上，我把林家强拉到房间里，把最近观察到的情况都告诉了他。你是说，妈把你的钱给了家豪？林家强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。我听到他们在说什么投资项目，而且妈让家豪千万别让我们知道钱的事情。我把昨晚偷听到的对话复述了一遍。这不可能吧？妈虽然偏心家豪，但应该不会做这种事。林家强有些不敢相信。那你解释一下，我的钱都去哪了？还有家豪这段时间的花销，他一个无业游民哪来这么多钱？我有些激动。你先别激动，我再去问问妈。林家强安慰我说，如果真的有问题，我一定给你个说法。第二天晚上，林家强又找了王秀芳谈话。妈，小雨的钱你具体投资到哪里了？他想知道个详细情况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这么不放心呢？王秀芳显得有些烦躁。我能害他吗？钱都在，而且收益很好，
那你至少说个大概方向吧，是股票还是基金？不是股票，也不是基金，是一个朋友介绍的项目，很稳定，收益也不错。王秀芳吞吞吐吐地说。什么朋友？什么项目？林家强追问道。你问这么详细干什么？反正是好项目就对了，过段时间你们就知道了。王秀芳明显不想多说。这次谈话后，林家强也开始怀疑了，妈的态度确实有问题。正常的投资理财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他皱着眉头对我说，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再观察一段时间，如果真的有问题，我们就摊牌。又过了1个星期，事情的发展让我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。这天下午，我休假在家，突然听到客厅里传来王秀芳和林家豪的争吵声。妈，你再给我5万块。朋友说这次的机会千载难逢，错过了就没有了。林家豪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，可是钱都已经投进去很多了，万一……王秀芳的声音有些犹豫。万一什么？你看我这段时间赚了多少，都是真金白银啊！林家豪的声音提高了，这次投入5万，下个月就能变成10万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好赚？当然是真的。妈，你不信我吗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那好吧，但是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如果再有什么差错，我可承担不起。放心吧，绝对没问题的。听到这里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我推开房门，冲到客厅里。你们在说什么5万10万的？我质问道。王秀芳和林家豪都被我突然的出现吓了一跳。小雨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王秀芳脸色有些不自然。我问你们在说什么？我盯着他们2个，没说什么，就是家豪工作上的事情。王秀芳支支吾吾地说，工作上的事情需要5万块。我冷笑道，你们是不是拿我的钱去做什么了？你胡说什么？王秀芳立马变了脸色，你的钱好好的放着呢，好好的放着，那为什么我的账户里只剩下不到1000块？我把银行查询单拿了出来，看到查询单，王秀芳和林家豪的脸色都变了。你去银行查了？王秀芳有些慌了。当然查了，我自己的钱我不能查吗？我愤怒地说道。现在你们告诉我，我的10几万块钱都去哪了？这个……王秀芳张口结舌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嫂子，你别误会，这钱确实是在投资。林家豪站出来解释道，妈是委托我帮你投资的，现在正在运作期。投资什么？我质问道。这个项目比较复杂，一时半会说不清楚。林家豪显得很不自然，说不清楚，还是你们根本就是在骗我？我的眼泪终于控制不住了，那是我辛辛苦苦攒下的钱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小雨，你别激动，听我解释。王秀芳想要拉我的手，被我甩开了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们怎么偷我的钱给家豪挥霍。我大声哭喊着。我看他买名牌衣服，换新手机，请客吃饭，原来用的都是我的钱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王秀芳的声音也提高了。家豪现在有工作了，花的是自己赚的钱。自己赚的钱？我冷笑道。一个无业游民能赚什么钱？他连工作都是假的吧？你说什么？林家豪也急了。谁说我没有工作？我现在做的生意可比你那点工资强多了。生意？什么生意？说出来让我听听。我步步紧逼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林家豪有些理屈词穷。就在这时，林家强下班回来了，看到客厅里剑拔弩张的气氛，他立马意识到出事了。怎么了？这是……他放下包，走过来问道：“你问问你的好妈妈和好弟弟，他们把我的钱都拿去干什么了？”我指着王秀芳和林家豪，
眼泪流得更凶了。林家强看了看我手里的银行查询单，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。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看着王秀芳问道。这个……王秀芳欲言又止。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话啊！林家强的声音也提高了。我是帮小雨投资了。王秀芳终于开口了，委托家豪帮忙运作的。什么投资？林家强继续追问。就是一个朋友介绍的项目，说是收益很不错的。王秀芳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收益很不错。林家强有些疑惑，具体是什么项目？哥，这个项目确实很好，我们已经赚了不少了。林家豪在一旁说道。赚了不少？那钱呢？我质问道。我的账户里为什么只剩下不到1000块？钱都在运作期，要等项目结束才能取出来。林家豪解释道。什么时候结束？我继续问。这个还要一段时间。林家豪支支吾吾地说。看着他们的表现，我心里更加确信，这个所谓的投资项目十有八九是假的。当天晚上，我和林家强在房间里彻夜长谈。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投资项目很不透明。林家强皱着眉头说道。家豪和妈的表现都很不正常，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。我抹着眼泪说。家豪一个无业游民，哪来这么多钱买名牌、请客吃饭，还有什么朋友的车？我看他根本就是在撒谎。明天我去找家豪好好谈谈，让他说实话。林家强握着我的手说。如果真的有问题，我一定给你讨个说法。第二天是周末，林家豪难得在家，林家强找到他，两兄弟关起门来谈了很久。我在客厅里心神不定地等着，王秀芳也显得很紧张，一直在厨房里忙来忙去。大约1个小时后，林家强从林家豪的房间里出来了，脸色很难看。怎么样？我急忙问道。先回房间说。林家强拉着我回到房间，关上了门。家豪确实承认了，他拿了你的钱。林家强沉重地说道。我就知道。虽然早有预料，但听到这个消息，我还是很愤怒。他拿我的钱做什么了？他说是投资一个项目，朋友介绍的，说是高收益低风险。林家强叹了口气，但是具体是什么项目，他不愿意详细说。不愿意说，还是说不出来？我质疑道。我觉得可能真的有问题。林家强摇摇头。家豪的表现很反常，问到关键问题就支支吾吾的。那钱还能要回来吗？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。他说目前钱都投进去了，要等项目结束才能取出来。什么时候结束？他说还要几个月。听到这里，我更加担心了。几个月？谁知道几个月后会是什么情况？不行，我要让他现在就把钱还给我。我激动地说道。那是我的血汗钱，不是他的零花钱。你先别激动，我觉得这件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。林家强拉住我说，我怀疑家豪可能被骗了。被骗了？你想想，他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人，突然就能接触到什么高收益的投资项目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情况。听到这个分析，我心里更加不安了。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情况，那我的钱会怎么样？那怎么办？我们报警吗？我急得团团转。先别急着报警，我觉得应该先弄清楚具体情况。林家强安慰我说，说不定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一家的气氛都很紧张。我和王秀芳基本上不说话，见到林家豪就一肚子气。林家豪也明显感受到了压力，经常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很少出门。有一天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直接敲了林家豪的房门。家豪，开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过了一会，林家豪才开门。
脸色很不好看。嫂子，有什么事吗？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。我想问你，我的钱到底投资到哪里了？我开门见山地问道。我已经跟我哥说过了，是一个投资项目。他避开我的眼神。什么项目？你总要给我一个具体的说法吧。我步步紧逼。这个项目比较复杂，而且有保密条款，不能随便透露。林家豪找借口说道。保密条款？我冷笑道。用我的钱投资，我连知道的权利都没有。嫂子，你不要这样说。等项目结束了，你不仅能拿回本金，还能有很不错的收益。林家豪试图安慰我。我现在就要我的钱。我提高了声音。立刻，马上。我真的拿不出来，钱都在运作期，现在取不出来。林家豪的声音也开始发抖。取不出来？还是这个项目根本就有什么隐情？我质疑道。当然有项目，我怎么可能骗你？林家豪有些急了。那你证明给我看，把项目的相关文件拿出来让我看看。这个我没有带回来，都在朋友那里。林家豪越说越没底气。看着他的表现，我心里基本确定了，这个所谓的投资项目肯定有什么问题，但具体是什么问题，我还是搞不清楚。就在我们争吵的时候，王秀芳走了过来。你们别吵了，邻居都能听到。她有些不耐烦地说道。妈，你说句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转向她质问道。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就是投资项目，你怎么就是不相信呢？王秀芳也显得很烦躁。我不相信，你们拿我的钱去做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我凭什么相信？我的眼泪又开始往下掉。那是我一分一分攒下来的钱，是我的血汗钱。什么血汗钱不血汗钱的？你嫁到我们家，你的就是我们家的。王秀芳突然说出了这样的话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彻底愤怒了。什么叫我的就是你们家的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那是我工作赚来的钱，怎么就变成你们家的了？你嫁到我们林家，不就是我们家的人吗？一家人的钱分那么清楚干什么？王秀芳理直气壮地说道。一家人？我苦笑道。一家人就可以不经过我同意就动我的钱，一家人就可以骗我说是投资理财。我们没有骗你，就是投资理财。王秀芳坚持说道。那投资到哪里了？什么项目？收益多少？你们倒是说清楚啊！我大声质问。这个，王秀芳又开始支支吾吾，说不出来是吧？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投资项目。我愤怒地说道。你们就是把我的钱给了家豪去挥霍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林家豪也急了。我没有挥霍，都是投资，投资买名牌衣服，投资买新手机，投资请朋友吃饭。我一条一条地数落着。这就是你们说的投资？林家豪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就在这时，林家强下班回来了，看到我们又在争吵，他立马走过来。又怎么了？他问道。你问问你的好妈妈，她说我的钱嫁到你们家就是你们家的，她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我哭着说道。林家强听了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他看着王秀芳质问道。我说错了什么？我们是一家人，钱财哪有分得这么清楚的？王秀芳依然很固执。一家人也要有基本的尊重吧。小雨的钱至少应该征得她的同意再使用。林家强说道。征得同意？我是她婆婆，我还要看她脸色行事。王秀芳的声音越来越高。这不是看脸色的问题，这是最基本的道理。林家强也急了。什么道理不道理的？反正钱我已经帮他投资了，等赚了钱他会感谢我的。王秀芳摆摆手，显得很不耐烦。感谢你？我忍不住冷笑。感谢你把我的钱拿去给家豪挥霍？我说了多少遍，
不是挥霍，是投资。王秀芳也急了，那你们证明给我看啊！拿出投资合同，拿出收益证明，我立刻向你们道歉。我大声说道。这个，王秀芳和林家豪对视一眼，都说不出话来，说不出来，对吧？因为根本就没有。我越说越激动，你们就是在骗我，够了！王秀芳突然爆发了，我是为了这个家好，为了家豪好，他现在有了赚钱的机会，我作为母亲，难道不应该支持他吗？支持他可以，但为什么要用我的钱？我质问道。因为王秀芳一时语塞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舍不得用自己的钱，因为你觉得反正我是外人，我的钱用起来不心疼。我的话越来越尖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王秀芳的眼圈红了。我没有把你当外人，没有把我当外人，那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？我步步紧逼，我是怕你不同意。王秀芳终于说出了实话，怕我不同意，所以就偷偷摸摸的拿。我苦笑道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一家人。气氛变得非常紧张，林家强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好了，大家都别吵了。他试图调解，吵架解决不了问题，那你说怎么解决？我看着他问道。我现在就要我的钱，一分不少。嫂子，我真的拿不出来。林家豪苦着脸说道。等项目结束了，我一定还给你。什么时候结束？我问道。这个不好说，可能还要几个月。几个月？我等不了。我坚决地说道。我现在就要。可是真的没有啊。林家豪看起来很无助。没有？那你这段时间花的钱是哪来的？我质问道。那是前期的收益。林家豪小声说道。收益？多少收益？我继续追问。这个，林家豪又开始支支吾吾。看着他的表现，我心里更加确信，这个所谓的投资项目一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内情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家里的气氛异常紧张，我和王秀芳几乎不说话，见面就是互瞪。林家豪也变得小心翼翼，生怕再惹我生气。更奇怪的是，林家豪最近的表现越来越反常，他经常接到一些电话，但每次都是匆匆说几句就挂断，而且脸色都很难看。有一次，我听到他在房间里低声说话，什么意思？不是说没问题的吗？还有一次，他接完电话后，整个人都显得很焦虑，在客厅里来回踱步。家豪，你最近怎么了？我忍不住问道。没什么，就是工作上的事情。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但眼神中明显透着担忧。王秀芳也注意到了儿子的异常。家豪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他关切地问道。妈，真的没事，您别担心。林家豪摇摇头，但声音听起来一点也不像没事的样子。我发现林家豪这几天几乎不怎么出门了，那些以前经常联系的朋友也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样。他整天待在房间里，有时候我能听到他在里面叹气。第3天晚上，林家豪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接起来后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他的声音在颤抖。挂断电话后，他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一样，瘫坐在沙发上。家豪，到底怎么了？王秀芳急忙走过去。你这样子让妈很担心。妈，真的没事，就是项目上遇到了一点小麻烦。林家豪勉强说道。什么麻烦？我立刻警觉起来。是不是我的钱出问题了？不是的，嫂子，你别多想。林家豪急忙摆手，但眼神躲闪，明显心虚。看着他的表现，我心里越来越不安。什么样的小麻烦能让一个人变成这样？咚咚咚，咚咚咚，敲门声很响，而且很急促，听起来不像是普通的访客。
我放下手里的活，走向门口。谁啊？我隔着门问道。请问这里是林家吗？外面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，语调很严肃。我心里一紧，莫名感到有些不安。您找谁？我继续问道。我们找林家豪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的心跳加快了。林家豪最近的行为本来就很可疑，现在又有陌生人找上门来。等等，我去叫他。我说道。我急忙去客厅找王秀芳，她正在看电视。妈，外面有人找家豪。我小声说道。找家豪？王秀芳立马站起来，脸上闪过一丝紧张。什么人？不知道。听声音像是陌生人。王秀芳快步走到门口，但是没有立即开门。您是谁？找我儿子有什么事？他隔着门问道。我们是他朋友介绍来的，有些事情需要和他谈谈。外面的人回答道。朋友？什么朋友？王秀芳的声音开始发颤。关于他参与的那个项目的事情。听到项目这个词，我和王秀芳对视一眼，都意识到可能出事了。他现在不在家。王秀芳撒谎道。我们知道他在家。外面的人声音变得严厉起来。请开门，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谈。王秀芳的手在发抖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时候，林家豪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怎么了？谁在找我？他问道。不知道，说是你朋友介绍来的，要跟你谈什么项目的事情。我小声说道。听到这话，林家豪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我没有约任何人来家里。他的声音开始颤抖。外面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，这次更加急促。咚咚咚，咚咚咚。林家豪，我们知道你在里面，请开门。林家豪的脸色越来越白，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妈，我可能……他欲言又止。你可能什么？王秀芳急切地问道。我可能惹麻烦了。林家豪小声说道。听到这话，王秀芳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什么麻烦？她的声音开始发抖。那个项目可能出问题了。林家豪低着头说道。什么问题？我急忙问道。我也不太清楚。朋友说项目被调查了。被调查？王秀芳的声音几乎是颤抖着说出来的。外面的人又开始敲门了，而且声音越来越大。请开门，我们只是想和林家豪谈谈，如果不开门，我们会等在这里。王秀芳看着林家豪，眼中满是恐惧。家豪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他哽咽着问道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朋友说是正当投资，我也不知道会出问题。林家豪看起来快要哭了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彻底绝望了。我就知道这个所谓的投资项目有问题。开门吧，我对王秀芳说道。逃避解决不了问题。王秀芳颤抖着走到门口，慢慢地打开了门。门外站着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，看起来很严肃。请问，您是林家豪的母亲吗？为首的男人问道。是的。王秀芳的声音几乎听不见。我们需要和您的儿子谈谈。男人的语调很平静，但透着一种让人不安的严肃。谈什么？王秀芳问道。男人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看向了躲在后面的林家豪。林家豪，你好，关于你参与的那个投资项目，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。林家豪哆哆嗦嗦地走到前面来。什么情况？他的声音在颤抖。项目出了一些问题，相关部门正在调查。男人说道。你参与其中，我们需要了解你的具体情况。听到这话，王秀芳的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什么意思？我儿子怎么了？他颤抖着问道。男人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缓缓说道。关于您儿子林家豪涉嫌参与非法投资活动的事情，我们需要和您详细谈谈。
非法投资！王秀芳的声音几乎是尖叫出来的。然而，就在男人准备继续说下去的时候，王秀芳整个人突然向后倒去，双眼翻白，直接昏厥在了门口。妈！林家豪惊呼道，急忙扑过去想要扶住她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王秀芳重重地摔在了地上，手里的茶杯也摔得粉碎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小叔子真的出大事了，而这个一直护犊子的婆婆，终于要为自己的溺爱付出代价了。08，快扶她到沙发上！我急忙喊道，和林家豪一起将昏倒的王秀芳扶到客厅。那几个黑衣人也跟了进来。为首的男人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些文件，神情严肃地看着我们。请问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一边给王秀芳扇风，一边警惕地问道。我们是受害者家属的代表。那个男人开口道，关于林家豪参与的投资项目，我们需要和你们详细谈谈。受害者家属，我心里一惊，什么意思？男人叹了口气，坐在对面的椅子上。林家豪参与的那个所谓的高收益投资项目，实际上是一个投资骗局。投资骗局？我感觉天都要塌了。是的，男人点点头。这个项目打着稳赚不赔的旗号，诱导大家投资，实际上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。现在资金链断裂了，所有投资人的钱都打了水漂。林家豪瘫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如纸。我不知道是骗局，朋友说是正当投资。朋友？男人冷笑道，你口中的那个朋友早就跑路了。现在我们这些受害者，除了找你们这些参与者，还能找谁？这时候，王秀芳慢慢醒了过来。怎么了？她迷迷糊糊地问道。妈，出事了！林家豪哭丧着脸说道。项目是假的。假的！王秀芳一下子坐了起来。什么假的？我把刚才的情况简单的告诉了他。王秀芳听完后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家豪不是一直在赚钱吗？他买了那么多东西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那些钱都是从后面投资人那里来的。男人解释道，这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，用新投资人的钱支付老投资人的收益，制造赚钱的假象。那我们的钱？我颤抖着问道。全没了。男人毫不客气地说道。而且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林家豪不仅投入了10几万，还以个人名义担保，又借了20多万投进去。20多万！我几乎要晕过去了。他哪来这么多钱？网贷、信用卡套现，还有一些小额贷款公司。男人拿出一份清单，这是他的债务明细，总计23万8千块。看到这个数字，王秀芳再次差点昏过去。这么多钱，我们哪里还得起？她哭着说道。还不起也得还。男人的语气很坚决。他签了担保协议，法律上是有效的。林家豪跪在地上，痛哭流涕。对不起大家，我真的不知道是骗局。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愤怒地说道。我辛辛苦苦攒的钱就这样没了。嫂子，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。林家豪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泪水。想办法？你拿什么还？我忍不住大声质问。你连工作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林家强下班回来了，看到家里的情况，他立刻意识到出大事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放下包，急忙走过来。我把情况简单的告诉了他。林家强听完后，脸色变得比纸还白。你是说小雨的10几万没了，家豪还欠了20多万的债？他不敢相信地问道。就是这样。男人点点头。而且这些债务都有法律效力，必须要还的。林家强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整个人都懵了。这可怎么办？
他喃喃自语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男人继续说道，林家豪已经3天没有出现了。他是不是逃跑了？逃跑？王秀芳一惊，家豪去哪了？我们这才意识到，林家豪已经好几天没有正常出门了。家豪，你这几天都在干什么？王秀芳急切地问道。我害怕，不敢出门。林家豪低着头说道。朋友说项目出问题了，让我先躲一躲。躲？男人冷笑道。躲得了一时，躲得了一世吗？我没想躲一辈子，我就是害怕。林家豪越说声音越小。现在害怕有什么用？我忍不住说道。当初投钱的时候怎么不害怕？我真的以为是正当投资。朋友说的很有道理，还给我看了很多材料。林家豪试图为自己辩解。什么材料？拿出来让我们看看。林家强说道。我没有留着，都给朋友了。林家豪支支吾吾地说，连材料都没有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你就这样把钱投进去了？朋友说不能外传，要保密。保密？我苦笑道，这就是你说的保密？气氛变得非常沉重，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09那天晚上，来访的人离开后，我们一家人坐在客厅里，谁也说不出话来。王秀芳一直在哭，林家豪跪在地上不敢起来，林家强则一支接一支的抽烟。现在哭有什么用？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，钱已经没了，债还要还，你们说怎么办？我去打工还债。林家豪哽咽着说道。我一定会还清的。打工？我冷笑道。你知道20多万是什么概念吗？就算你一个月赚5000块，不吃不喝也要4年才能还清。那我就干4年、8年、10年。林家豪咬着牙说道。我一定会还的，还有我的10几万呢。我继续追问。那也是我的血汗钱，嫂子的钱我也会还的，一分不少。林家豪的声音越来越小。你拿什么还？我站起来，指着他说道，你连份正经工作都找不到，还谈什么还钱？我会努力的。努力？我越说越激动。早干什么去了？当初你花我的钱买名牌，请客吃饭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后果？小雨，你别说了。林家强拉了拉我的衣服。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再说也没用。没用？我转向他。那是我的钱，我辛辛苦苦工作攒下来的钱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林家强无力地说道。但是现在发火解决不了问题。那你说怎么解决？我质问道。你们家把我的钱弄没了，还让我不要发火？我会想办法的。林家强说道。实在不行，我们把房子卖了。卖房子？王秀芳一听这话，立刻停止了哭泣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反问道。房子不卖，钱从哪来？这房子是我们林家的根，不能卖。王秀芳坚决地说道。根？我气得发抖。你儿子惹了这么大的祸，你还在想着房子？房子卖了，我们住哪？王秀芳理直气壮地说道。那我的钱谁来赔？我大声质问。王秀芳一时语塞。妈，现在不是考虑房子的时候。林家强叹了口气。欠了这么多钱，不卖房子怎么还？那也不能全卖啊，大不了卖一半。王秀芳还在讨价还价。一半？我冷笑道。您可真会算账。我的钱没了，您还想着保住房子？小雨，你不要这样说话。王秀芳开始不高兴了。我也是受害者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您是受害者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是您把我的钱给了家豪，现在您说您是受害者。我也是为了大家好。王秀芳开始为自己辩解。为了大家好，还是为了您的宝贝儿子好？我的眼泪又开始往下流。从头到尾，您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
王秀芳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现在倒好，钱没了，债一大堆，您还想着保住房子。我越说越伤心，我在这个家到底算什么？小雨，你别这样想。林家强想要安慰我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有困难一起承担。一家人，我苦笑道，一家人会不经过我同意就动我的钱？一家人会为了一个败家子让我承担这样的损失？嫂子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对不起你。林家豪又开始磕头，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怒视着他，你知道那些钱对我意味着什么吗？那是我准备买房的首付，是我们将来孩子的教育基金。听到孩子2个字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孩子？王秀芳瞪大了眼睛，小雨，你有了？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我本来想等3个月稳定期过了再告诉大家的。什么？林家强激动地站起来，你怀孕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2个月了。我哽咽着说道，我一直在攒钱，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，结果……说到这里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放声大哭起来。我的孩子，我可怜的孩子，妈妈给你准备的钱都被人拿去挥霍了。听到这话，王秀芳整个人都呆住了。她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拿去给小儿子投资的钱，竟然是未来孙子的教育基金。小雨，我不知道。她颤抖着声音说道。您当然不知道。我愤怒地看着他，您只知道您的宝贝儿子，从来不关心别人。我真的不知道你怀孕了。王秀芳的声音越来越小。就算我没怀孕，您就可以随便动我的钱吗？我质问道。那是我的血汗钱，不是您的私人财产。林家豪听到嫂子怀孕的消息，更加愧疚了。嫂子，我真的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孩子。他跪在地上，不停地磕头。现在说对不起还有什么用？我越说越激动。我的孩子本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起点，现在呢？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小雨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林家强走过来，想要抱我。孩子的事情，我们慢慢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我推开他，钱都没了，还谈什么办法？我们可以重新攒钱，我可以多打几份工。林家强试图安慰我，重新攒钱。我冷笑道：您知道现在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吗？奶粉、尿布、医疗费、教育费，哪一样不要钱？这些我们都会想办法的。林家强坚定地说道。想办法？您还要还您弟弟欠下的20多万债务，拿什么想办法？我的声音越来越高。说到债务，所有人的脸色又沉了下来。关于债务的事情，我想我们需要好好商量一下。林家强说道。商量什么？王秀芳急忙问道。首先，我们要面对现实。林家强深吸了一口气。家豪欠的钱必须要还，这是法律义务。那要还到什么时候？王秀芳担心地问道。按照正常的还款能力，至少要10年以上。林家强算了算，除非我们有一笔大额资金。大额资金从哪来？我问道。只有一个办法。林家强看了看在座的所有人。卖房子？不行。王秀芳立刻反对。房子绝对不能卖。为什么不能卖？我质问道。您儿子闯了祸，为什么不能卖房子还债？房子是我们的家，卖了我们住哪？王秀芳据理力争。那我的钱呢？您儿子败掉的钱呢？我也不甘示弱。房子可以抵押，不一定要卖掉。林家强想了个折中的办法。抵押能贷多少钱？我问道。大概能贷60万左右。60万够吗？我继续追问。家豪欠了20多万，我的钱10几万，加起来40万了，还有利息。林家强苦笑道。这些贷款的利息都不低，那就是说60万都不够还债。
我越听越绝望。如果只是还债的话，应该够了。林家强说道。但是抵押贷款也要还的，我们每个月的还款压力会很大。多大？王秀芳紧张地问道。每个月至少要还5000块。5000块？王秀芳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我们哪有这么多钱？我的工资加上小雨的工资勉强够。林家强算了算，但是生活会很紧张，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更加难受了。本来准备给孩子的钱没了，现在还要为了还债而拼命工作。我的孩子将来会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我们一家人都在为债务的事情忙碌着。林家强找银行询问抵押贷款的手续，我则在考虑是否要辞职。毕竟怀孕期间工作强度太大，对孩子不好。但是现在的情况，我根本不敢辞职，家里需要每1分钱来还债。小雨，你身体怎么样？有一天晚上，林家强关切地问道。还行吧，我有些疲惫地说道，就是压力有点大，要不你还是辞职吧，我一个人工作也够了。林家强心疼地说道。够什么够？我苦笑道，每个月5000块的房贷，加上生活费，你一个人的工资根本不够。那我再找个兼职，你已经够累的了。我摇摇头，我再坚持几个月，等孩子出生了再说。那你要注意身体，千万不能累着。林家强握着我的手说道。我知道，我点点头，但心里清楚，在这种经济压力下，想不累是不可能的。这时候，王秀芳敲门进来了。小雨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她的神情很复杂。你说吧。我看着她。关于钱的事情，我真的很对不起。王秀芳眼圈红了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但是我必须跟你道歉。道歉就能解决问题吗？我的语气还是很冷淡。我知道不能。王秀芳摇摇头。但是我必须说，我这辈子做过最错的事，就是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就动了你的钱。你现在知道错了？我问道。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样做不对。王秀芳低着头说道。但是我太溺爱家豪了，总觉得给他一次机会，也许真的能成功。结果呢？我质问道。结果害了他，也害了这个家。王秀芳痛苦地说道。特别是害了你和孩子。听到他提到孩子，我的心又软了一些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叹了口气。钱已经没了，债还在那里。我想把我的养老金拿出来。王秀芳突然说道。养老金？我一愣。我这些年存的养老金大概有8万块。王秀芳说道。虽然不多，但是能帮一点是一点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很复杂。虽然我对王秀芳的做法很愤怒，但她愿意拿出养老金，说明她真的意识到了错误。妈，您的养老金不能动。林家强在一旁说道。那是您的保命钱。保什么命？王秀芳苦笑道。我都这个年纪了，还要命干什么？倒是你们年轻，有老有小的，更需要钱。可是您的养老金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我说道。债务总共40多万，您的8万块只是杯水车薪。我知道。王秀芳点点头。但是我必须做点什么，否则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。说到这里，他又开始掉眼泪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这个家。我溺爱家豪，害了他，也害了大家。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强势的婆婆变得如此脆弱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您知道错了就好，我轻声说道。但是光知道错还不够，关键是以后怎么办？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偏心家豪了。王秀芳保证道。而且我会监督他，让他好好工作还债。他愿意工作吗？我质疑道。一个从来没有吃过苦的人，能坚持下去吗？这次不一样。王秀芳坚定地说道。
他已经吃过教训了，应该会长记性的，希望如此吧。我叹了口气。就在这时，林家豪敲门进来了。嫂子，哥，我找到工作了。他的脸上有些兴奋。什么工作？林家强问道。工地上的小工，一天180块，包吃住。林家豪说道。工地？王秀芳一惊，那多辛苦啊！辛苦怎么了？林家豪看着母亲说道。我现在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听到这话，我心里有些意外，看来这次的教训真的让他成长了不少。你能坚持下去吗？我问道。我必须坚持，林家豪认真地说道。我欠了大家这么多钱，不努力工作怎么还？工地的工作很累的，林家强提醒道。累就累吧，总比让大家为我的错误买单要好。林家豪的态度很坚决，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好吃懒做的小叔子，我第一次觉得他像个男人了。3个月后，我们的生活逐渐步入了正轨，虽然这个正轨充满了压力和辛苦。林家豪真的去了工地干活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周末也不休息。原本白净的皮肤变得黝黑，手上也长满了老茧。家豪真的变了很多。有一天晚上，林家强感慨地说道。是啊，我点点头。虽然代价很大，但至少他长大了。林家豪的工资虽然不高，但他很懂事，每个月都会把大部分工资交给家里还债。王秀芳也变了，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护短，而是经常督促林家豪要努力工作，要对得起大家的信任。妈，你也别太严厉了。有一次，我看到王秀芳在教训刚下班的林家豪，忍不住说道。不严厉不行。王秀芳摇摇头，她从小被我惯坏了，现在必须严格要求。但是她现在已经很努力了。我为林家豪说了句话，努力是应该的。王秀芳说道，他犯的错就应该用一辈子来弥补。虽然话说得很重，但我能看出王秀芳还是心疼儿子的，只是她知道，只有这样，林家豪才能真正成长起来。房子的抵押贷款很快就办了下来，我们用这笔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。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，但每个月5000块的房贷压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紧张。小雨，你的产检费用不要省。林家强经常提醒我，孩子的健康最重要。我知道，我摸着越来越大的肚子，我都是按时去检查的。营养品也要跟上，不能委屈了孩子。放心吧，我会注意的。虽然经济压力很大，但我们都在努力适应新的生活。林家强除了正常工作，还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些兼职。我也在怀孕期间继续工作。为了家庭的经济状况，最让我意外的是王秀芳的变化。她不仅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金帮助还债，还主动承担了更多的家务，减轻我的负担。小雨，你现在怀着孩子，这些活我来做就行了。她经常这样说。妈，我还能做的。我有时候会推辞。不行，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。她很坚持。我以前做错了那么多事，现在必须好好补偿。有一天晚上，王秀芳主动来到我的房间。小雨，我想跟你说件事。她坐在床边，神情很严肃。您说。我放下手中的书。关于孩子的名字，我想让你们自己决定。她说道。名字？我有些意外。按照我们家的传统，孩子的名字应该由我这个奶奶来取。王秀芳解释道。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资格为这个孩子取名字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我问道。因为我差点毁了这个孩子的未来。王秀芳的眼圈红了。如果不是我的错误决定，这个孩子本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起点。妈，您不要这样想。我安慰她说道。孩子的未来不是靠钱决定的，关键是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庭。
可是没有钱，怎么给孩子好的教育？怎么给孩子好的生活条件？王秀芳自责地说道：“这些我们会慢慢努力的。”我握住她的手，而且现在不是都在好转吗？家豪在工作，我们在还债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真的吗？你不恨我吗？王秀芳看着我的眼睛问道。说不恨是假的，我诚实的回答。但是恨也解决不了问题，而且我看到您现在的变化，我相信您是真心悔改的。我是真心的。王秀芳点点头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偏心家豪，害了他，也害了这个家。既然您知道错了，那就好好弥补吧。我说道。孩子出生后，我们需要您的帮助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孩子的。王秀芳保证道。我要用我的后半生来弥补我的错误。看着眼前这个真诚悔改的婆婆，我心里的怨恨也慢慢消散了。毕竟我们还要在一起生活很多年，恨来恨去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半年后，我的儿子出生了。当我抱着这个小生命的时候，之前所有的痛苦和委屈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他好可爱。王秀芳小心翼翼地看着孙子，眼中满是慈爱。是啊，我笑着说道，虽然来的不容易，但一切都值得。对不起，宝宝。王秀芳对着孩子轻声说道，奶奶差点让你没有好的开始，但是奶奶保证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心里很感动。也许我们这个家庭真的可以重新开始了。现在林家豪还在工地上努力工作，每个月按时上交工资还债。王秀芳也在用她的行动证明着自己的悔改，而我和林家强则在为了家庭的未来而努力奋斗。虽然前路还很艰难，但至少我们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这个孩子的到来，给我们这个曾经支离破碎的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总有一天能够走出困境，给孩子一个真正温暖幸福的家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